恭喜恭喜！多谢多谢！哟，洪大人，哟，孟公子，听闻一贯和梁大人不睦，怎么今日还来赴宴呢？这外面的传闻有鼻子有眼，我好奇呀。你说究竟是怎样的女子能迷倒男人？哎，不会真的是秋烟吧？多谢。来，秋烟，你说你认得？待会儿让宠妾出来看看，恭喜！不就知晓了吗？说的是，请。请。这位是我的贱妾苏一婉。这不就是秋烟吗？婉儿的确和邱家二姑娘秋烟长相酷似，我初见婉儿时，也把她当成了秋烟。难道这坊间的谣言竟是真的？本以为谣言止于智者，谁知这些无稽之谈却愈演愈烈。今日我请各位来，也是想让诸位贵宾给我做个见证。我的妾室苏一婉乃是冀州出身的戏班花旦，虽然容貌与秋烟岂无二致，但确实并非秋烟。梁大人非要一口咬定这是苏一婉，与秋烟姑娘只是容貌相似，我们也无话可说。我只是纳闷儿，这世上容貌相似的骑士古来有之，怎么如今两个长得如此相像的人都被梁大人遇到了？这几率似乎也太小了。这样吧，今日来的都是我梁燕的至亲好友，并无外人。我索性都说了，我纳婉儿确实是因为她和秋烟很相似。若我没记错，本该与梁大人定亲的应该是邱家的三姑娘秋民，怎么如今梁大人又大费周章的找了个秋烟姑娘的替身呢？我原本一心想娶个贵重弟女，但在交房司我和秋烟单独相处时，我发现此女样貌义气都在其美之上，可惜造化弄人，姐妹俩妄图从交房司逃脱，最后葬身鱼府。之后我遇到婉儿，她和秋烟长相酷似，深以为有缘，这才情不自禁纳进府中。我只道大人救我于水火之中，却不想大人只拿我当一个影子罢了。谁说的？相处这些日子，我发现你啊，一举在秋烟之上，她才是你的替身。那大人也不该瞒我。我之前不敢跟你说，我是怕你吃醋，但是我喜欢你吃醋。苏姑娘之前既然在戏班，想必精通曲艺。哎，说的对呀，那不如就让苏姑娘来上一曲。来上一曲。妾身最擅长相思，那就献丑了。何时放手，阴晴一世，爱恨中化成云烟。花落成雨，思念日，化作明月孤影残月。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，当真好琴技。承蒙元兄不吝掌声，婉儿还不赶快谢过？原主是谬赞，非也。苏姑娘天资过人，更难得有此天赋，还能够勤学苦练，短短几日便能从不识音律练就如此琴艺，着实令人佩服啊！元兄，你是还不肯相信婉儿并非秋月？区区琴艺，无非熟能生巧，勤能捕捉，只要多加练习，便可以速成，不足为凭。文公子，
你是见过秋烟的，你说他们两人是同一个人吗？苏姑娘在相貌上与秋烟并无差别，可是却比秋烟那姑娘有趣的多。梁大人，你的劈柴处厉害的紧，什么时候也给在下寻一个这样的姑娘？孟公子若多做好事积阴质，自然也会得到姻缘的庇佑。孟公子言之灼灼，这些话能否作为呈堂证供？这我可做不了保，毕竟我与秋烟姑娘也并不相熟啊。敢问元兄，如何才能让你相信呢？巧了，我刚好认识一位苏一婉过去的恩客，他对苏一婉十分惦念。听闻苏一婉做了魏衍侯的侍妾，便百般求我带她来，与苏一婉再见上一面。我想，这故人的指认是不会错的。这小小的要求，梁大人不会不答应吧？如果我不肯答应呢？婉儿既然嫁入侯府，就她的过去一刀两断。元兄非要在我和婉儿大喜的日子翻出她的故人，是故意要找我的不痛快吗？苏一婉的故人与他相认，那些关于梁大人窝藏秋烟的流言，不是正好不攻自破吗？元兄此言有理啊！既然人都来了，就让他上来认一认，之后打发了便是嘛。说的是有道理。行，把人带上来吧。大人，我可否上台一观？小盖，这位梁大人的爱妾，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苏一婉？婉儿，为什么发生这么大事儿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？难道只因为我落魄了，你就不念故人了吗？我已经把所有认识苏一婉的人都打发了，元朗要查，只能坤守而归。若是认识苏一婉的人一个都不见，反倒引人怀疑。要不咱们利用松罗，抛给元朗一个线头，引他上钩。你的想法的确是很好，但实施起来会很困难。要找人配合，如果此人背景很复杂，只会引火烧身，必须找靠得住的，背景真实又经查的。我倒有一个人选，大人可还记得在查假银票案时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姚盖？此人不过是赌徒而已，你不怕元朗会收买他吗？并非所有赌徒都是利欲熏心之辈。事成之后，劈柴处会护你周全。这些银子，你先拿着花。在我困顿之际，只有秋烟姑娘最关心我。我虽然已经落魄了，但是我不是个不知恩图报的人。古人云：“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。”梁大人，放心。全果然没看错人。晁盖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人怎么可能是苏一婉？他就是苏一婉。我跟他相识多年，他就是化成了灰，我也认得。给我滚下去！哎，等等，我爱妾的名讳也是你这个乞丐配叫的。此人冒犯了我的爱妾，也等于是冒犯了我。我可不比元兄宽宏大量。宋锦，在，给我把此人带到劈柴处，回头慢慢收拾。二位，你看今日有好曲，有美酒，还有家人在场，不要为了一个蝼蚁村夫扰了大家的兴致嘛。
是，姚盖不过一介流民，居心叵测，他的话不足信。你刚才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？难道是我记错了吗？我是来请你吃家宴的，不是来请你砸场子的。如果你再揪着我妾室的身份没完没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邱家逃荒溺娃一案疑点重重，梁大人又绯闻缠身，监察百官乃是我总章衙门的职责所在。除非梁大人以为自己可以是个例外。你说的没错，在其位谋其政。我只是实在不知，我该用如何的方法来为我安妾澄清身份。清查苏一婉冀州的老家人称，苏一婉的背后曾经被烫伤过，有一块柳叶状的伤疤，而他背后若无伤疤，则必定是邱焱无疑。我爱妾的身子，你该如何看？梁大人不必多心，我袁某不是好色之人，只用在场女眷并下人带苏一婉进屋查验。不必了，于屏风背后当场查验即可。若非如此，不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我既是贱民一条，也没所谓什么体面自尊。袁主事，请便吧。我听闻劈柴术精于伪装秘术，做个假伤更是易如反掌。诸位夫人久在闺中，更少见血腥污秽，恐怕难以辨别真伪。我特从总章衙门带来这一瓶画符水，任何假巴遇到这画符水，都会被溶解化掉。苏一婉，你若当真不是邱焱，就将这药水当着众女眷的面涂在你的伤疤处。严兄，别欺人太甚了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限度。怎么，梁大人你怕了？袁主事与我儿均为百官监察，心中有疑，咬住不放，乃是尽责之处。夫人，梁毅，你应为袁主事去疑解惑才对。魏远侯府上上下下奉公守法，苏一婉若是果真身世不清，乃罪臣之女。老身我一定第一个站出来，将她送到凤京府。老夫人深明大义。袁主事，老身用了你的药水，苏一婉的伤疤并无变化。袁主事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长夜伤疤真伪之后，我要你还他一个清白。我要你亲自告诉大家，我的妾室是苏一婉，并非邱焱。袁某还有事，告辞了。诸位，刚才是个小插曲，不要扫大家的兴。各位请入内用膳。你是怎么躲过宋末的查验的？
躲？怎么躲啊？不是也说这假伤能骗得过女眷，但骗不过元老吗？万一被发现了，不止你难逃其咎，还会牵连老夫人。我不能冒险。这一次啊，我可比你多算了一步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？你生气了？大人，这里面的客人该等齐了。杨毅，秦轩，我知道你一向不太喜欢热闹场面，所以没有请你来。如果你愿意来的话，我也很高兴。来，我向你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我新来的妾室，苏一婉。婉儿见过秦公子。梁大人的爱妾苏一婉。秦轩，秦轩，你说说你怎么才来啊？哦，对了。我记得之前你对秋烟姑娘一往情深，你看看这个苏姑娘，是不是跟她长得一模一样？啊，梁兄，赶紧进去吧，里边都等着呢。秦轩，里面等你。走。别愣着了，走，给我喝酒去。恭喜梁大人！梁兄，今日大好的日子，你们二位应当喝个交杯酒，这以后的日子才能和和美美，白头偕老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来，哎，且慢，交杯酒是这样喝的。梁兄，办案你再好，可这男女之事，你不如我。秦轩，来，我们啊，给他做个示范，交杯酒，应当是这样喝的。哎，愣着干嘛呀？喝呀！好，来喝一个。哎，好。秋烟姑娘今日当真是欢喜啊！秦轩，你认错人了。是啊，秦轩，当时邱家随难，秋烟姑娘的遗体你也求证过。秦轩把秋烟姑娘当作心中挚爱，痛失所爱之人，一时口误也可以理解，对吧？啊，各位，请听我说一句：斯人已逝，还请节哀。可见秦公子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仅凭这一点，我提议敬秦公子一杯。不必。我只想问问梁大人，这天大的喜事，为何要瞒着我呀？大人难道以为我不会来祝贺你吗？实在是太不够朋友了吧？秦公子，你醉了，还是让人请公子下去休息一下吧。苏姑娘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秦轩的魂早就被秋烟给勾走了。可没想到老天开了一个玩笑，把一个一模一样的苏姑娘
送到了梁大人手中。来啊，抓我干嘛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走，咱们接着喝。喝。今天没请你来啊，是我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梁大人，不用赔罪。我今日前来，是真心祝贺你纳妾之喜。我给梁大人敬酒，给苏姑娘敬酒。第一杯，我祝你们琴瑟和鸣，永结同心。第二杯，我要敬我与梁大人的友谊。我与梁大人乃是总角之交，平日里虽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但想必危难时刻，自会坦诚相待，肝胆相照。这第三杯，这第三杯，婉儿敬秦公子。听闻孟公子所言，秦公子也曾挂心于这位秋烟姑娘，只可惜秋烟姑娘福薄，与秦公子缘浅。婉儿敬秦公子的这份情谊，更替我家大人谢谢公子不计前嫌，前来贺喜。方寸天地共携手，此生不变。空枕眠，待你梳妆双臂相连，夜听红烛月下缠绵。不要变，今夕在红袖间，陪你看灯火耀眼。少时初见空都一定心间，只愿修得共枕同眠。手握金带，为你点眉到切莫执念。春风十里柔情，两眼相悦永不倦。方寸天地共携手，此生不变。请公子慢走。梁大人，请留步。颜料不一样，看我死了。哎呀，慢走。金轩，你记住了，那是苏姑娘，不是秋啊！杨兄，注意身体。陈公子慢走。孟公子，您慢点啊。你还活着，真好。你活着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。秦公子，你醉了，认错人了。秦轩，你喝多了。宋景，送秦公子上车。金委员，没事。
干嘛？坐，过来坐。伤在哪里？简直是胡闹！虽然涂了金疮药，可这种烫伤深入肌里，如果不涂消炎发瘀的药膏，就算是愈合了，肌肉内在也会损伤。发炎高烧是小事，就此丢了小命不是不可能。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今日也还都算是在意料之中。只是没想到秦轩会来，幸好元朗已经走了。其实传遍大街小巷的故事，他定也能听说。不过，我原以为秋明无论如何都会拦住他。他好像对你还是没有忘记啊。明日你可愿教我防身术？你是不信我能护你周全吗？总有你不在的时候，就算你一直在，也难保每次都像昨日那样过关。我若学会了防身术，我便可以自保了。也行。那今日上药。好。疼吗？不疼。表哥，要不你枕在我腿上吧，这样不会难受。表哥，刚刚那个是姐姐吗？是她，她还活着。可是她……他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说。他不会再跟我说话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姐妹俩明明都生还了，为什么她却去找了梁毅，而你却来找了我？为什么那天见到的是你，不是他？为什么？招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身体万变。夫人好。你
6强片了。红发放啊！再来。宋杰，我和秦雪有话要说，任何人不许打扰。是。我昨天想了一夜，我想你为什么策划救援却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你对邱家有任何打算都要把我排除在外？为什么连邱岩还活着你都要瞒着我？我想了很久，我告诉自己，你们定是不想连累我，不想让我涉险，才故意不告诉我。你想通了，你就不会来批判处找我。是。有一件事，我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：你要帮邱岩，难道就一定要纳她为妾吗？邱岩在教坊寺和你一刀两断，他和谁在一起，做谁的妾，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是我兄弟，邱岩是我爱的女人。再说了，你窝藏她不也是为了我吗？你错了，我知道他不是为了你。我愿意为他想方设法，愿意为他以身犯险，愿意为他救邱家女眷，都是因为我喜欢他。你喜欢他？梁烨，事前你千方百计阻挠我跟邱岩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你讨厌他吗？还是说，其实你那个时候就喜欢他，所以故意从中作梗？那时候我的确把他当成攀龙附凤之人，这点我没有骗过你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意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她是个自以为是的女人，卖弄小聪明，满腹算计，事事爱出风头，自私自利，永远只顾自己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会开始忍不住想看到她，听她和我斗嘴，听她头头是道为我分析案情。他现在认识扇子主人的名字，想跟你说一声谢谢。你这分明就是趁虚而入，趁火打劫。梁毅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你卑鄙无耻！是，君子不夺人所爱。我本就不是君子，为了邱燕，我更不想当君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会尽我所能去追求她，我就是想横刀夺爱。你有本事就和我抢。好。怎么，就这么放弃了吗？就像你当时口口声声说要等他，转身却和他妹妹同床共枕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和秋明的行踪一直在我的监视中。若不是如此，你带着一个罪臣之女东躲西藏，又如何一直能平安无事？秋燕也知道了。是。我要去找他，我要解释清楚。你想解释什么？说你是情不自禁，说你辜负了他，求他原谅你。你让开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要再狡辩。你是男人，敢做就敢当。你让不让开？你让开！你为什么不躲开？为什么？邱雪爱，从小到大，从垂儿到窦建，我一直让着你，但是在秋云的事上呢，我绝不让步。
你心不在焉的。我在想，爷刚才讲话感人肺腑，连我心里听了都热乎乎的。你竟然敢替我瞧瞧？我没有，要不是爷说话振振有词的，想听得见也难呀。爷，你就不打算趁热打铁吗？脂粉、头油什么的，估计秋妍姑娘不太喜欢，她喜欢探案推理。要不我们送她一套刑具吧？榆木脑袋。哎呀，我记得之前贺府一案结案之后啊，他对街上的孔明灯摊倒是十分感兴趣。啊，对，还是爷厉害。干嘛一定非把眼睛蒙上？哎，你要不说话，我可不走啊！少废话，延后你的爱情。哎呦，走了。琉璃瓦，这应该是某处的屋顶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我在屋子里看到有人在弄火折子、竹条、宣纸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想要放孔明灯？没，不是。看来你很了解大人啊。推论才看见长啊！快放灯，放起来！快点，那边快放！快点，快放！隔着千山万海带月圆，只为相见敷嫣然。初恋卷，与君相伴三生笑颜。今生与你不负相思意，山海边双飞碧翼。就算万物成疾，迷雾渐渐散，穿透阳光。我轻挽着你衣裳，空荡荡的西江边，我听见你轻唱，双眸相对，思念微扬。隔着千山万海带月圆，只为相见敷嫣然。初恋卷，与君相伴三生笑颜。今生与你不负相思意，要不我们也去放一个？好。你在写什么呢？孔明灯要写愿望的呀。转过去不许看，各写各的。好。不许偷看。不偷看。写完了吗？马上。无言般雀跃透过微光。好了，换你了。一笑暖入心房。各写各的，不许偷看。不用看我也知道，大人心怀天下，无非写的就是海清河晏、天下大治之类的。希望这次能成功。3、2、1。
原来这个是你写的。爷，边疆传来消息了，咱们的演说，秋姨在被流放的路上得了热病，已经有4、5日了，囊中瞧了还不见好。此事先别告诉秋言，告诉他也帮不上忙，只会给他增加烦恼。对。哦，对了，之前让你找的祥瑞怎么样了？红针经里记载的那个宝物是个仙珠，之前弟兄们在大东营找到一个大东珠，但是那个东珠不堪雕刻，工匠们一下刻刀就碎成粉末了。后来又找了青金石、天河石，都太过寻常，不足为奇。爷，你记不记得之前在查抄卢沟公府时的那个传家宝？那个夜明珠就很像红针经里记载的仙珠，他们家把那珠子当命根子。爷就有君子气度，抄家的时候就没毁了那珠子，想必现在还在高阳手上。我再叫弟兄们找，天下这么大，还能找不出来一颗珠子吗？没有时间了。秋姨是文人深藏，一路劳而颠簸，又在贫寒之地患上了热病，不见得能撑多久。梁毅，你来做什么？来看看故人过得好不好。我高阳生平，从来不做伤天害理之事，自有福报。家中都揭不开锅了，还守着传家宝不撒手，我真不知你是硬气呢，还是愚蠢。那珠子你想要？开价吧。哼，开价？我高氏一门的荣辱，又价值几何呢？你就舍了这条心吧。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，大不了一死。我搬差从来不祸及家人，当初卢沟公害死我父亲的时候，我扳倒他，却也放了你一条生路。你何苦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呢？
今日我来，就是来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若错过，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那你要上书一封，为我父亲平反。不可能，你也应该清楚当今圣上的秉性。当朝之中，这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说我说吧。我若图钱的话，这几年早把那珠子卖掉了。那你上一道折子吧，说我高家有功于你也好，改过自新也罢，请求圣上恢复我高家名誉优待。高阳，你这是铁了心让为难啊！对，这样你梁大人终究有一天会求到我高阳的。真是天道好轮回呀！当年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如今我就是让你亲手唾弃你的杀父仇人。我要亲眼看着你痛不欲生，否则那珠子你连点碎渣你都得不到。父亲，您会怪我吗？当年您死于罗国公剑下时，我向您发誓，要让罗国公以命偿命，名誉尽毁，要让高家永世不得翻身。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对我很重要，这件事对我也很重要，就像当年为您报仇一样。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是儿子不孝。这么多酒啊！我让人把你抬进去。不要不要，别进入门口人，你陪我进去片刻。哎，没事吧？怎么喝这么多呀？还好吗？啊？还好吗？我想喝点水。水，好，你等一下。来，快点。是哪来的？今日我在你装小时候东西的箱子里面找东西，没想到你还会写公文话本啊！你还记得在进院的时候，我同你说，你干什么啊？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。好。我小时候不大识字，可我又想读书。我母亲为了培养我的兴趣，就让我读公案话本。
记得最早我看的是半卷手抄，那名字叫《大硕奇案录》。秋允姑娘，秋允姑娘，爷，这有封信。表哥放心，我不会去寻短见，让你为难。我只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也许一辈子都躲起来。我知道在表哥心里，我只是表哥的耻辱，但对我而言不是。那一夜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畅快的一晚。亲表哥，我答应过你，不会妨碍你和姐姐。如今姐姐还活着，我也不便再住在这别院里了。希望表哥尽快忘掉明儿，至少这样，表哥不会再恨我、厌我。你问问金凤到哪儿去了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不，爷，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哈，现在去无疑大海捞针。而且他有意躲着你，我们该怎么去找他呀？我负了秋烟，如今又负了秋明。梁毅说的对，我真不是个男人。三妹妹，你去哪儿了？可让我们担心死了。二妹妹也去找你，一去不回。幸好梁大人带信回来，说他一切安好。哎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这一路走回来，没有被人看见吧？是明儿不好，让大妈和姐姐担心了。哎呦，没事没事。哟，三姑娘，
不是不让我们找你吗？怎么夹着尾巴回来了？姨娘，对不起。还知道对不起啊？你之前那出是人干的事吗？你让你二姐姐冒这么大险出去找你，幸好我女儿有本事，还能留在侯府做夫人。不像某些人，还得灰溜溜的回来。行了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进屋歇着吧。啊，哎，大嫂，那我说的有错吗？你知道他给我们惹了这么大麻烦，怎么现在回来倒像是有功似的？这么多活没干呢，还让他歇着。我这就去干活。哎，三妹妹，那我帮你洗吧。哎呦，大嫂，别傻。这婴儿上学，婴儿在侯府还能关着门。你什么？哎呀，在那唠叨什么？夫人，快来帮帮我！纸鸢要飞走了。快！哎呀，得控制。你说说，来，否则啊，线会断的。是这样啊，好风啊，凭借力。哎，你看看，哇，你看看飞得多高啊！哎呀，好美呀！哎呦，飞得好高啊！第一次只做了一个软翅，以后还请夫人教我做硬翅跟长串。哎呀，真是为难你了。今日啊，我特别畅快。夫人，你可知大人曾写过公案话本？你怎么知道？他给你看了手稿。我昨日找做纸鸢工具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的。这个画本，我从前在家的时候就看到过，很是喜欢。当初还因为作者没有写完结局，抓心挠肝了好一阵子。没想到就是大人写的。只是他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呢？以前的叶儿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爱闹爱笑。琴棋书画，无一不通。自从6年前他父亲去世以后，全变了。当年卢国公行事霸道，他趁着老侯爷随圣上去围猎之际，假装失手，射了老侯爷的坐骑。老侯爷受伤之后失血过多，继而昏迷高烧，没过1日。就撒手人寰。叶儿发誓要为他父亲报仇，所以把之前所喜欢的物件全放在箱子里，再也不碰了。这事我听过。4年前，那位卢国公因治下的米仓失窃，被贬去流放，流放途中便暴病而亡。这是大人所为。
其实老侯爷临终前给叶儿留了一封信，再三叮嘱不要报仇。我们都希望他无忧无虑、逍遥自在的生活，可是偏偏叶儿钻牛角尖，什么事都放在肚子里，不跟我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这个当娘的真是失败。大人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也是十分敬重你的。他心里想什么，谁知道呢？啊，婉儿啊，唯独他纳你进府这件事啊，我从他身上还看到了一点人情味儿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起初我喜欢你，是希望看到叶儿成家，延续香火。可现在，我越来越明白，他为何如此看重你。婉儿，你会一直陪着叶儿下去吗？臣近日俘获北凉盗贼，抓捕途中，高阳一族全力协助，功不可没。当年卢国公贪赃枉法草菅人，危害民生，但其子高阳为国效力，忠心可见。臣恳请圣上念其忠孝，且是长公主族人，准其将功赎过，恢复名誉优待，以表圣上宽宏。好生找我巧匠，和我说的那般去做。是。明日拜托了。梁大人为了邱家，不可不谓是苦心积虑啊。当初是我自己寻上了邱家，如今邱家落难，我若不顾，岂不是寒了众人的心？是啊，就如同梁大人当初寻上我一样。军中反贪顺利推行，全依靠贺老将军。如今那些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世家子弟已被换下，军中皆是实干之人，上行下效，风气一新，士气大增。贺老将军居功至伟。哎，休要谬赞。我只不过是被梁大人绑上船的。母亲，找我何事？叶儿，我叫了一班小戏，你呀，今天就陪我看戏。我还有公务呢。公务天天有，可是戏不是天天能看的。再说了，叶儿，你多久没陪我看戏了？今天啊，你非得陪我去。好吧。我是新上任的天泉县知府傅荣玉燕，你们有何冤屈，尽管向本官道明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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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我看婉儿自己编排的戏，比外面的戏班有趣多了。呸！至于你假扮朝廷命官，欺君罔上，视为不忠；欺压百姓，乱判命案，视为不义。像你此等不忠不义之人，本官容你不得。此把剑专治世间鬼魅，我定要用你的血以戒
接探冤。滚，动，恰。怎么样？我演的怎么样嘛？啊？中规中矩吧。你既然帮我把《大寿奇阳录》补完结局，重新刊印之时，你的笔名啊也印书上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得好好想想，我得想一个一鸣惊人、过目难忘的好名字。话说回来啊，你看过这么多公案话本，平心而论，《奇阳录》到底怎么样？这市面上的公案话本虽多，但《奇案录》跟他们都不一样。《奇案录》看似写的是破案，但它其实讲的是刑名慕容预言的抱负和理想。我当时看此书时便想，写此话本之人，心中定有熊熊烈火，欲照天地清明。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更不及笔下人物半分。我拉拢贺家，是为了推行军政变革；我求取秋明，是想获得你父亲地主。可是因为我的野心，连累了你父亲和邱家这么多人。就像你说的，是我害了那么多人。对不起，一时气话，你何必记在心上？智者千虑必有一疏，何况是你呢？我当时说那些话，是我这心中的怒火实在无处发泄。若此时你还把过错大包大揽于自己身上，那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？我在劈柴处6年间，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得好的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声音在质问我：我做的这一切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别的事情我不清楚，反正就邱家的事情而言，我父亲没有受你胁迫，所以你不用感到愧疚跟自责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朝朝日月，何在乎些许浮云？成大事者，何在乎些许挫折坎坷？这都是你自己写的，你怎么反倒忘了？梁爷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做事情没有办法尽善尽美，但我们可以做到尽力而为，无愧于心，足矣。所以，刚才演的好不好？好看至极。我就说嘛。嘿嘿。臣叩见圣上。何老，刘全说你有宝物献给朕，是什么好东西？还值得你亲自跑一趟？确是天物，臣不敢怠慢。请圣上过目。此乃我家犬子驻守北境巡边之时，于边陲偶然所得。如此硕大的夜明珠，本已罕见。更奇的是，中间隐隐约约可见一衣带翻飞的仙人，旁边浑然天成祥云的纹路。宫里奇珍异宝多的是，皇上什么宝贝没见过？一颗夜明珠怎么就成了天大的祥瑞？洪征经中有一宝珠记载，名为登仙珠，说的是当年洪征县在北境苦旅时，参透5道众生真谛，
终得九天玄女感应，而后羽化登仙。登仙之际，他用天地灵气将多年修为凝成一颗仙珠，遗留于俗世之中。可登仙珠具体是何模样，并无记载。我让宋廷找高人帮忙打这夜明珠，让珠子内应似有一仙人飘飘然登仙之境，看上去浑然天成。贺老将军的长子常年驻扎于北境边界，由他带过来，合乎常理。圣上日日熟读《红征经》，定能将此物与登仙珠联系起来。《红征经》中记载，若有缘之人拿到此物，九天玄女将受到感应，在俗世中找一处子作为自己的转世，为宝物洗透尘俗之气。待九天玄女开光之后，日夜供奉此珠，便能延年益寿。因此，只要献上登仙珠，圣上就会想寻找转世玄女的下落。本以为祥瑞已是天马行空，原是这红尘门本就玄乎其玄。自古身处权力之巅的人都渴望长生不老，大权有过，圣上有不虑。国师和红尘门深得宫里的信任，原来是迎合了圣上的这层心思。只是我看这国师未必有多虔诚，他真的会相信登仙珠降世这样的说辞吗？他没有理由不信。如今圣上年事已高，疾病缠身，难免不会对炼丹修行产生疑虑。有这送上门的祥瑞，国师定会为红征门大大吹嘘一番。圣上大喜呀！多年诚心，终于打动红针仙人，得祥瑞降世嘉奖。若按经书所言，登仙珠应该与转世玄女一同出现。正是。这登仙珠有玄女开光，圣上必能龙体康健，万寿无疆。可是，玄女呢？据经书上记载，玄女会找世上最纯净的女子下凡转世，此女子必是处子之身，不沾任何的污秽血腥。这玄女在仙道中属水，所以将衣着白色出现在水的旁边。具体在什么地方呢？圣上，臣已算了一卦。圣上，请过目。这纸中所指，就是玄女将出现之处。好。参见圣上。延庆，朕让你来，是让你替我找个人。燕殿帅，玄女之事事关祥瑞，姿势体大，你只可带着最心腹的人去，绝不可吐露半点与他人。臣定当尽心。去吧，去吧。何时才能寻到玄女呢？圣上，您只管潜心修炼，只要心诚，玄女自有感知。是的，您放心。好，好。那圣上，臣也回仙观继续炼丹了。好，去吧，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国师，这珠子平白无故的出现，哪儿来的什么转世玄女啊？圣上若是找不到，该怎么办啊？到时候就说他心不诚，再随便安慰几句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所以，我们只要将玄女安排在国师预言会出现的位置，此事可成。只是按你说的，国师会打卦寻找玄女的方位，这我们如何得知？我自有主意。
后任延安官吏取得禁军大印，务必要在袁大人身上套出他后任心中所居方位。明白。做完这件事儿，我打算将你收入教坊司，出去找可依的人，好好过日子。大人，您是不再需要小小了吗？皮柴说这几年风头正盛，身上也很信任我。这几年你也受累了，也该过些舒心的日子，享享福。大人撒谎！如今元郎治下的总账衙门正对您虎视眈眈，您却这个时候要小小出教坊司。你是皮柴处最好的眼，如果你有了别的心思，这对你很危险。大人还是知道了，所以我连大人的眼都做不得了。看来我与大人时于微时，3年相处，却抵不过他3个月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大人喜欢秋烟，不是吗？如果这案子你不愿意错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会另想办法。但是赎身的事情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替你办好。不，大人交给小小的事，小小怎么都会去做的。也请大人不要替小小赎身。教坊司3年，这里已经是我的家了。我去给大人拿些茶点过来。兄弟们，今本殿帅高兴，尽管喝，酒管够，喝！恭喜殿帅！哎，同喜同喜，喝，端起酒来！哎，随便喝啊！好酒，哎，好酒就多喝。哎，再来一杯。马上。你也喝点。来，喝！小小姑娘，我就喜欢你这冷若冰霜的派头，在你面前打个寒战，那都浑身麻酥的很呢！不知因为何事，今日严殿帅如此开心。我呀，与你说认真的话，今天我接了个大任，这个任务不比以往，要是完成了，那可是天大的恩赐啊，等着呢。什么任务？这么大的恩赐？找人。何人？军纪如山呐，这个我可不能说呀。哎，连我也不能说吗，严殿帅？要是小小姑娘想知道的话，那倒未必。好。爷，
这是我们的人从盐殿帅那传来的消息。你不是说你的人可以打听出寻人的方向？这只是一个物品单子。严殿帅受圣上信赖多年，还是套不出话了。他只能把看到的都写在上面。我懂了，从明日出行的物件入手，些许可以判断出所去的方向。经书上说，玄女会出现在水边，京城水源地并不多，只需要锁定大体的方向，就能定位玄女出现处。带着蓑衣自然是为了避雨，可现在正值夏日，连日干旱，哪里会下雨呢？西边的回龙山山势奇特，就常有阵雨。那楚河有水源？有，叫金线泉，但是这个金线泉蔓延数十里，范围太广。要用到木屐，必然是要经过浅水处，需要淌水的地方。那便是溪水上游泉洞处，水流浅，需涉水前行。宋金，这个位置记住了吗？嗯。你按照标记处，带着我们的玄女去等他们。是。去看看他们。走。秋梅，民女秋梅拜见圣上。你可是罪臣邱家之女，你们不是已经都死了吗？是，不是的，是我们邱家在汴河遭遇船难，后来，然后，哎呦，大姑娘啊，我们这一家子人可都指望着你呢，你这事儿急死谁呀？我们家姑娘从小半句谎话没有说过，眼下在金銮殿上万岁爷面前扯谎，这本来就是难为她嘛。母亲，我刚才真的背得好好的，可是刚才他猛地一喊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四姑娘，你胆子大的，要不明日你去？我怕我不行，那段话大姐姐背了那么久都没背下来，我一个晚上如何背得下来？我去吧。这2日我听梅姐姐练习。词我早就记住了，梅姐姐是为了救父亲，这是邱家的大事，我作为父亲的嫡女，理应也该出份力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一向胆小性子软，不适合面圣。敏姑娘，你小家碧玉的，身子又不好，这事儿呢，你就别掺和了。二姑娘啊，你看这事如果办成了呢，就皆大欢喜；如果办不成，那我们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是啊，眼下爷们只是流放，我们在广剧院虽然日子苦了点，但是总比诛九族强吧？就是，弄不成是要杀头的。二姑娘，你不怕死，我怕。我们都是女人家，家里多少爷们都不中用了，靠我们。哎呀，成吗？让我看呀，咱别报这个险了。嫣儿，你就好好在侯府当你的小夫人，平日多送你银子回来，也算是挂念大家了。